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富山海首播即开虐，不虐的剧本诚意不接，观众眼泪已备好。富山海首播即开虐，9月13日，由程毅、古力娜扎主演的古装武侠剧《富山海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双平台开播，迅速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这部改编自温瑞安经典小说《神州奇侠》的剧集，还未开播就备受期待，首播后更是凭借精彩剧情和演员们的出色演绎，引发话题不断。富山海首播即开虐。富山海讲述了现代打工人萧明明意外穿越到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世界，成为男主角萧秋水的故事。本以为能开启开挂人生，却因系统故障失去金手指，还被迫卷入江湖纷争。剧中，萧秋水的人生仿佛被按下悲剧键，从踏入江湖的那一刻起，便不断失去。秋水再也吃不到娘做的面，亲密无间的神州结义四兄弟也再难齐聚。这种开篇即开虐的剧情，让不少观众直呼太上头，这么快就开始虐了吗？心脏有点受不了。还有网友调侃，一个白鹿一个程毅，剧不虐不接，哭，往死里哭。富山海首播即开虐，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将现代社畜萧明明的怂萌、少年侠客萧秋水的热血，以及反派李晨舟的狠辣演绎的淋漓尽致。尤其是萧秋水面对失去时的痛苦与不甘，被他诠释得十分到位，让观众感同身受。古力娜扎饰演的萧雪瑜飒爽英姿，与程毅之间的对手戏也充满看点。此外，吕颂贤、丁永岱等老戏骨的加盟，更为剧集增色不少。富山海首播即开虐。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制作上也诚意满满。动作设计融合传统武术，程毅亲自上阵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被赞武侠打戏教科书。特效由流浪地球团队操刀，打造出电影级质感。服装造型参考宋代文人画风格，武器纹样融入商周青铜铭文，细节处尽显文化底蕴。富山海首播即开虐。虽然首播反响热烈，但也有部分观众认为，穿书家系统的设定虽然新颖，却破坏了原著的武侠韵味，剧情节奏也稍显拖沓。不过，大部分观众还是对后续剧情充满期待，相信随着故事的发展，萧秋水在不断失去中如何坚守侠义，守护家国，会带来更多惊喜。富山海首播即开虐。目前富山海刚刚开播，剧情走向和人物命运充满悬念。它能否延续莲花楼的爆款热度，打破武侠剧式微的困境？富山海首播即开虐。程毅再度挑战极致悲情，观众眼泪已备好。9月13日，由程毅、古力娜扎主演，改编自温瑞安经典武侠小说《神州奇侠》的古装剧《富山海》正式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双平台同步上线。首播仅数小时，便引发了全网热议，相关话题迅速登上微博、抖音热搜榜。许多观众看完前2集后直呼，才刚开场就开始虐，程毅果然不愧是虐剧专业户，眼泪根本刹不住。这部剧早在开播前就积攒了极高的关注度。一方面，它承载着温瑞安神州武侠宇宙的经典 IP， 原著迷、武侠迷对其期待已久。另一方面，程毅在莲花楼后热度居高不下，再次主演古装武侠剧，自然成为焦点。而开播后剧情的开虐走向，更是将观众的情绪牢牢抓住，瞬间引爆话题。剧情设定：穿书家系统，开局即失去。与传统武侠剧不同，富山海在叙事结构上加入了穿书元素。故事从现代社畜萧明明成义事开始，他因机缘巧合穿越进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世界，成为少年侠客萧秋水。
原以为能凭借作者视角和系统外挂横扫江湖，结果却因系统故障而失去金手指，被迫在真实的江湖中摸爬滚打。首播剧情节奏紧凑，短短几集便让观众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虐感。亲情之痛，萧秋水本想回家尝一尝母亲做的热汤面，却因江湖风云而再无机会。这种从此吃不到母亲的面的设定极具冲击力，引发无数观众泪崩。兄弟之殇，萧秋水与神州结义的四兄弟本应同生共死，肝胆相照，然而在命运捉弄下，他们很快面临分离与生死考验，再也无法齐聚的悲剧，让故事基调彻底沉重起来。宿命之困，原本可以开挂的萧秋水，反而成了被命运压制最狠的人。他的一切付出都伴随失去，这种反差更显残酷。观众普遍评价，才刚刚开始就刀刀见血，不愧是程毅的剧，注定不会让人轻松。程毅一人三角，极致分裂的演技挑战。《富山海》首播最大的亮点之一是程毅一人分饰三角，他既是现代的怂萌打工人萧明明，又是热血侠客萧秋水，同时还化身反派李晨舟。萧明明，程毅将现代社畜的怂、怨、丧演绎的活灵活现，举手投足之间充满喜感，像极了无数现实生活中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的普通人。萧秋水，这是程毅最核心的角色，他的眼神从少年单纯到逐渐沉重转变，尤其是在失去亲人和兄弟时的痛苦与不甘，被他演绎得撕心裂肺。很多观众表示，他哭的时候，我都跟着哭。李晨舟作为反派，程毅展现了冷酷与狠辣的一面，和萧秋水的热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人格对立不仅考验演技，更让角色层次更加复杂。可以说，程毅通过三种完全不同的气质与状态，把人物的多重身份演绎得丝丝入扣，既展示了他的戏路广度，也让观众更深陷剧情之中。古力娜扎的血鱼侠女，美艳与飒爽并存。剧中女主萧雪瑜由古力娜扎饰演，她一出场便惊艳四座，身着素雅武侠服饰，眉目间英气十足。不同于以往古偶剧中的柔弱女主，萧雪瑜既有美貌，也有极强的武力值和独立人格，与程毅饰演的萧秋水之间的互动张力十足。观众普遍评价，娜扎这次演出了侠女的飒爽感，不仅仅是花瓶。她与程毅的对手戏中，既有惺惺相惜的默契，也有情感纠葛的虐心，势必会成为全剧的重要看点。制作诚意，武侠回归本真，细节尽显文化底蕴。除了演员表现，富山海的制作也诚意满满。动作设计邀请知名武术指导加盟，动作场面既有传统武学的刚劲，又融入轻盈潇洒的武侠风。程毅亲自上阵完成多场高难度打戏，拳拳到肉，剑影凌厉，被赞武侠打戏教科书。特效团队由《流浪地球》幕后团队打造，山海奇景、刀光剑影都呈现出电影级质感，让观众沉浸感倍增。美术服化、服装造型借鉴宋代文人画风，武器纹样则融入商周青铜铭文，既具历史厚重感，又兼具东方美学的清雅。这些细节上的用心，让富山海在质感上摆脱了粗制滥造的武侠剧印象，成为一部值得细品的作品。观众反响一边喊虐，一边上头。从首播反馈来看，富山海引发了观众的两极评价。好评声音：开局就刀刀致命，剧情代入感太强了，程毅哭戏真绝，看得我心都碎了。武侠的热血和悲凉都拍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江湖。质疑声音：穿书加系统的设定虽然新颖，但削弱了武侠本身的味道。剧情节奏有点慢，支线太多，娜扎的台词功底还有提升空间。总体而言，虽然争议存在，但大多数观众依旧对后续剧情充满期待。
尤其是程毅的表演和武侠氛围的营造，让很多人直言忍不住追下去。武侠剧困境中的突围尝试。近年来，武侠剧市场逐渐式微，许多作品被批失去江湖味，要么沦为古偶批皮，要么在流量操作下变得空洞。傅山海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他试图在传统武侠与新型叙事之间寻找平衡。他继承了武侠剧的核心精神：兄弟情义、家国大义、个人悲壮，同时又引入了现代穿书设定，增加年轻观众的代入感与新鲜感。这种融合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验证。但不可否认，傅山海至少让武侠剧再次被放到讨论中心，这对整个类型来说是一种利好。程毅与粤剧的缘分，从琉璃到与君初相识，再到莲花楼，程毅几乎已经和粤剧绑定。他那种悲伤体质，在荧幕上能天然感染观众。正因如此，网友调侃程毅接剧的标准就是不虐不接。而傅山海首播的走向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无论是母子情的断裂，还是兄弟情的生离死别，都让观众泪目。有人甚至开玩笑，追程毅的剧一定要准备好纸巾，不然撑不过3集。未来展望，能否再造莲花楼奇迹？莲花楼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作品，在于它的长尾效应和角色深度。而傅山海是否能复制这一奇迹，还存在不确定性。从制作和演员表现来看，它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从题材和叙事上看，它需要避免设定过杂、剧情拖沓的问题。如果后续剧情能在虐心之外，进一步凸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格局，那么傅山海极有可能成为新的武侠代表作。傅山海首播即开虐，让观众在泪水中重拾久违的武侠热血。程毅再度用真挚细腻的表演，把角色的悲情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网友所说，追程毅的剧是心痛与热血的双重体验。在古装剧题材同质化严重的当下，傅山海能否带动武侠剧的复兴，还需观众与时间的检验。但至少，它让我们重新相信江湖未死，侠义犹在。